大家好，我是博正。那今天呢，就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一些常见的佛教名词以及背后的这些常识，它到底是说的什么。首先呢，我们就来分享关于这个出家人以及修行的这个称呼。我们经常听见有人说什么和尚、尼姑，那这种称呼呢是不礼貌的，那也是不准确的。其实对于他们呢有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称呼，那可以分成3个类别，分别是这个正式受戒以前受戒以后，以及没有出家的这种修行人。那这个正式受戒以前呢，也就是男的呢是7到20岁女的是7到18岁。那男的呢指的就是个沙弥我们经常听见比如说什么小沙弥，其实就指的是他还没有正式的受戒。那女的呢叫这个沙弥尼。那到了这个男的到20岁以后女的到18岁以后呢就正式受戒出家呢，那他们就有正式的称呼，男的呢就叫做比丘女的呢叫做比丘尼。那还有一类呢就是没有出家但是在修行的这一部分人呢，男的呢叫做优婆塞，那也叫这个男居士，女的呢叫做优婆夷，那也叫女居士。然后说一下这果位，那什么是果位呢？我们经常听见的是什么菩萨呀、佛呀，它其实就是佛教当中的一个果位的称呼。那这要分这个小乘和大乘了。那小乘呢一共有4个，那小乘佛教里边呢分别是这个预流果、依来果和不还果。那这3个果位呢是不能够涅槃的，也就是还要持续的轮回。那只有到了这个阿罗汉果以后呢才会涅槃，不再轮回了。那大乘佛教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是设置了3个果位的。那最低的那个等级呢就是这个阿罗汉果，那再往上呢就是菩萨，那再往上呢就是佛。所以呢在大乘佛教当中呢有3个果位。刚刚说到这个轮回嘛，那就不得不说这个6道轮回。那经常听说这个6道轮回，那到底是哪6道呢？那分别是这个天道、人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以及地狱道。那其实它就是6道轮回当中的一个不同往生的转世的一个类别。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佛教的理论它是人做了很多事儿以后呢会产生业，对吧？那根据你业的不同，那有善的、恶的，然后最后进行一个总的评判，然后呢决定你来世转生投到哪一道是这个意思。刚刚提到这个涅槃，那很多人都听说过涅槃，那到底什么是涅槃呢？在佛教的说法里边这个涅槃指的是明白了法的本质明白了这个宇宙的本质以后呢，达到一种超脱的状态，不再进行这个轮回转世了。那这种状态呢叫做涅槃。那因为在佛教看来呢，轮回转世是痛苦的你没有达到终极的目标。那其实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个凤凰涅槃，其实呢这个凤凰涅槃是借鉴的这个一个典故，然后呢进行一个嫁接加工以后形成的一个故事。那其实最开始呢是一个叫菲尼克斯的这么一个神话传说当中的一个角色把它借鉴过来的，成为了我们中国的这边的凤凰涅槃。再一个我们说这个12因缘，我们经常听见说什么无明火，无明火。其实无明火这个词语呢也是来自于佛教的，那它其实就是来自于12因缘当中的第一个。那其实12因缘里边呢有12个，那分别是这个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其实呢它就是介绍的人的一生的各个阶段。那最开始无明嘛，指的呢就是在无量劫佛教的说法，在无量劫的前世当中你没有明白这个佛的本质，没有明白法的本质，更没有明白这个宇宙的运行的本质你是一种疑惑的状态没有明白，所以叫无明。那由此呢你转世到这一世以后呢你的身体感官受到外界的刺激，然后呢产生种种的反应和感受以及欲望。那有了欲望以后呢你就会产生行动，最后呢这些行动呢就会形成比如说善的业恶的业。那到最后呢老死。那在你这一世形成了这个业呢，在来世呢要转世以后呢要进行一个肠道
所以呢，就是我们普通人呐，就是没有在佛家看来呢，没有涅槃之前呢，没有顿悟之前呢，就是在这个12因缘当中轮回往复的。所以呢，经过这个12因缘以后呢，我们就会进入下一个轮回啊，这是佛家的说法进入下一个轮回。那我们会根据佛家的说法，是根据这一世或者是无量劫之前这些种种的业报呢，来进行一个评判。那评判来世转到哪一道，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6道轮回的某一道。刚刚说了这个6道轮回，现在说这个6道4生。那哪4生呢？分别是胎生、卵生、湿生以及化生。那胎生、卵生大家都知道，不用解释。那这个湿生呢，其实就是指的出生在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那比如说什么沟渠啊、池塘啊、厕所之类的这一类出生的地方，比如说蚊虫就属于这一类。那还有这个化生，化生呢是指的是没有任何的依托就是突然之间自然幻化出来的。那比如说什么天人啦中阴身啦，以及地狱众生，这些都属于化生。那下面说一下这个开光开光相信每个人都听见过，而且不止一次。那很多人呢就觉得哇，这个是大师开过光的那是开过光的佛牌就觉得这个开过光的东西呢就具有超强的法力其实什么是开光呢？开光其实就是在一个佛像建成落成以后所有的僧人呢聚集在一起诵念一段专门的经文的一个启用仪式。那以此告知这个信众以后呢这尊佛像就代表佛了它是这个意思简而言之呢，就是开光呢它其实呢并不会让这个佛像或者某个物件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所以呢，如果以后有谁跟你说这是开过光的什么物件非常的有效果升官发财的这种呢也就长个心眼儿吧然后再说这个三藏，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电视剧里边看见这个唐僧呢，都叫他这个唐僧呢三藏法师。那三藏是哪三藏呢？其实这个三藏呢是指的经律论，那就是经藏、律藏和论藏。那经是指的是这个佛说的话，律呢其实就是指的这个出家人修行人呢要遵守的一些戒律这个论呢是指的菩萨呢根据这个佛说的话发表自己的一个论述。那这3样合称三藏。那这个呢一般是如果是一个高僧他是精通经律论三藏的这种高僧呢，我们把这种人呢叫做三藏法师。先说这个僧人可以吃肉吗？答案是可以的。有一个标准。那其实在这个印度印度佛教他们那边是可以吃肉的，以及中国这个梁武帝之前呢，那个时候呢的僧人呢也是可以吃肉的。但是呢它有一个标准，那就是3净肉。那什么是3净肉呢？第一呢就是指这个动物就是吃的肉是这个动物宰杀呢不是专门为这个僧人宰杀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僧人呢没有看见这个宰杀的过程。第三呢就是没有听见这个宰杀这个动物的惨叫这叫3净肉是可以吃的。与此同时呢，后面呢又加上了5净肉。那在这个3净肉基础上呢，加了一个这个动物这个自然死亡的这个尸体是可以吃的，这是第4个。然后第5个呢就是其他肉食动物吃剩下的肉，那也是可以吃的合在一起呢叫做5净肉。但是呢到了梁武帝的时候他非常的信佛，他自觉的遵守一些这个戒律，而且呢自发的不吃荤食不吃这个肉类。所以呢后来呢逐步就演变了中国这边的佛教呢也就不吃肉了。然后说一下这个戒疤。那我们在很多那个电视剧当中跟和寺庙相关的都会发现这个僧人头上有一个那个小圆点那就是戒疤但是呢它不是来自于印度佛教，也就是它不是传统就有的一个东西，它是中国元代才有的。它是为了区分这个汉族僧人用的，所以呢有一个歧视性质在里边。但是呢到了现在已经明令禁止烧戒疤了。刚才呢对这个常见的佛教名词呢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那其实呢要结合整个佛教的宇宙观来看呢，对它有可能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会对这个佛教的宇宙观呢做一个大致的分享。
佛教的宇宙观或者说佛教的世界是非常非常宏大的但是说法也不一样。那据这个俱舍论说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呢是处在虚空当中的，那一共呢分为3层，那就像金字塔一样，那一层呢比一层小最下面那一层呢叫做风轮，那中间那一层呢叫做水轮，那我们居住的这一层呢叫做经轮佛教的说法，这个经轮的大小有多大呢？就是它的直径呢是远远大过这个太阳系的。在这个经轮之上就是我们这个地面了就是我们说的地表。那在这个地表上呢有9座山，其中最高的一座山呢也就是中间那一座山叫做须弥山，那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山。那在围绕这个须弥山周围呢有8座山，最外面那一座山呢叫做铁轮山说的是它把整个世界围起来了。那在这个9山之间呢有8海，那最外面那一层海呢叫做外海。在这个外海当中分别在4个方向，也就是须弥山的4个方向呢分布了4个大洲。那按照佛教的说法呢，我们人类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呢，在这个南瞻部洲，那以及还有西牛贺洲、北俱泸州以及东胜神州这4个大洲。现在呢说这个处在中心的这个须弥山须弥山据说是有很多这种宝物组成的这个山上呢有种了很多这种宝树当然呢也有神仙居住了在这个半山腰是住着我们尽人皆知的4大天王这个4大天王跟我们经过汉化以后的就这个4大天王呢是有区别的这4大天王呢分别呢他们的职责就是守护每一个人呢守护一个州他们的部下呢有这个天龙八部当然这个金庸笔下那个小说呢也就是借用这里来的这为什么是天龙八部呢？它其实呢是有8个部众来组成他们这个护法的队伍。那天部和龙部呢是数量最多以及相对来说分量更重吧，所以呢叫统称呢叫天龙八部。说完半山腰我们往山顶走山顶上是什么呢？山顶上就是任力天。那任力天上面呢其实是有33个天国的，所以呢也叫做33天。那这里的主宰呢就是我们知道的帝释天这个从这个半山腰这个4大天王以及这个任力天呢，这2层天呢叫做地居天。其实从这个任力天就是须弥山的山顶呢再往上呢是有4层天的，那4层天呢叫做空居天。刚刚说了这个地居天和空居天，那现在来说这个空居天，那它一共是有4层的。那分别是最下面那个是焰摩天，那再往上呢是兜率天，兜率天往上呢就是这个化自在天。这个就有点厉害了。这个化自在天呢说的是可以在上面呢，在那个化自在天上面的这些众生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念呢变出一些东西来让自己感到快乐娱乐。那再往上呢就是他化自在天，那这个就更厉害了说的是可以让别人就是别人快乐的事情嘛马上拿过来呢就让自己也感到快乐当然我无法理解就是你想想也挺爽的，就是别人什么东西很快乐嘣的一下就放到自己脑袋里面，然后自己也快乐一下。当然我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但是想想也挺爽的这就是这个空居天的4层天。刚刚说的这个半山腰的4大天王以及这个山顶的利刃天，那以及我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那再加上人间以及地狱这个纵向的排下来呢统称为欲界。那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佛教它有3界，那它跟那个道教的3界不一样道教的是天地人3界，那佛教的3界呢是欲界色界以及无色界。那刚刚已经把欲界说完了，现在呢我们说这个色界。刚刚说了这个欲界，那现在说色界嘛这个欲界的最高天呢就是他化自在天，那再往上呢就到了这个色界了。那色界呢其实不是情欲那个色界它其实是指的有形的可以看见的这种东西呢叫做色界。那其实说的是这个色界的众生
它虽然已经断绝了这个食欲啊以及色欲，但是呢，它还是有形的，可以看见的这种事物，所以呢，把它命名为色界。那色界呢是分为四组禅天，那其中有一天呢，是叫做梵天。那说的是佛祖的教化的声音呢，最高呢也就传达到梵天这个层次。那还有一天呢，叫做这个光阴天。说的是按照佛教的说法这个光阴天的这个众生呢，来到人间，吃了人间的食物以后呢，觉得非常的好，那就产生了欲望，那也就产生了业。那刚才说过了，你只要有欲望有业呢，你就要进行轮回。那么它轮回以后呢，就有一轮回就轮回到人了。所以呢，按照佛教的说法，人类的起源也是人类的始祖呢，是来自于光阴天。色界再往上呢，就是无色界了。那就刚才说的那样，无色界呢，其实它已经是没有具体的形态了，所以呢就无法描述它。那但是呢，根据佛教的这个说法呢，在这个无色界的最高层的那层天的这个众生他们的寿命呢是可以达到84000劫。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印度呢爱用这个大数虚数。那劫呢也是一个量词单位，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那也就是把那一层天的众生形容的非常的好，也是寿命呢接近于无限长。如果把人间当做这个中轴的话，那刚才说完中轴以上，也就是天的那一部分呢，现在说中轴以下也就是地狱部分。那其实比较简单。那其实在佛教的这个里边呢，其实它是只有这个阎罗和这个牛头的。那我们传统的认知里边，地狱里边有什么牛头马面什么判官十殿罗王什么各种鬼族这种等等吧。其实呢，它是这个已经汉化过后，中国自己加进去的。在佛教的世界里，或者说佛教的宇宙观里边呢，放在时间这个维度来说呢，我们这个宇宙是可以分成4个阶段的。那在这个4个阶段中循环往复。那这4个阶段分别是空劫、成劫、住劫以及坏劫。那大家刚才我说的一样，其实印度嘛爱用这个虚数大数。那说的是20个小劫呢组成一个中劫，那4个中劫呢组成一个大劫，一个大劫呢是13.5亿年。其实呢，这里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说的和我们已经认知的物理知识呢，有一点点是相通的。那它这个空劫成劫、住劫以及坏劫，它是循环往复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他说的是空劫是什么都没有。那成劫呢，就是物质慢慢开始形成。那住劫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居的这个时间段呢，就叫做这个住劫就是适合众生生活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那再往后呢，就是坏劫，坏劫是很多东西都慢慢消失了，那最后又回到空劫，这样循环往复。那么在这个空、成、住、坏这4个劫当中循环往复嘛，那其实呢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色界的第4禅天这个地方它是不会毁坏的，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轮回怎样的循环往复，那个地方是不会毁坏的，它一直都存在。所以呢，佛教把它叫做不动地。那这个地方发散一下，如果是站在一个有神论者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又说得通。那你说我们这样循环往复，它就相当于一个上帝视角。它比如说站在那个佛教当中的什么色界第4禅天上面看，那它就是看见你循环往复生灭这样循环，但是它那是安然处之，在那儿看着这一切发生，那就是一个上帝视角。我这里说的上帝视角呢，不是单指上帝是指的一切神明只有神明呢可以达到那种俯瞰一切变化，自己泰然处之的这种状态是这个意思。现在说一说这个佛教的大圣和小圣的区别。其实呢，它没有什么褒贬的意思在里边，它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大圣和小圣是中性的，它就是来自于佛教内部的一次对于教义上的分歧而产生的裂变裂变成了2个学派。那新裂变出来的这个学派呢，叫做这个大圣。那他把原来那个呢叫做小圣。
其实区分小圣和大圣呢，可以简单，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哈，就是一个大致的区分呢，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个教义。小圣呢，它是度自己，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他们的最高果位就是阿罗汉，度自己。那大圣呢是度众生，所以呢有了后面除了阿罗汉以后呢，有这个菩萨以及佛这些果位啊，他们是这个区别。小乘佛教在历史上有一个正式的称呼，叫做这个上座部。其实大乘和小乘的区别啊，其实就是教义的区别。那小乘呢，就相当于是只能坐一个人的小车啊，只度自己，让自己涅槃。那大乘呢，就相当于是坐了很多人的车。因为在大乘佛教里边呢，除了这个小乘佛教的最高果位阿罗汉果，那它还有这个佛以及这个菩萨。那菩萨呢是这个发本愿嘛，要普度众生，所以呢，它就相当于是拉了很多人的车一样，所以说叫做大乘。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佛家修行的方法，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戒定慧。那戒呢，就是指约束自己，那多做善事，少做这个恶事。那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五戒里边呢，就是指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那其实呢，就是在约束自己，让自己少造业。那这个定呢，就是指的这个禅定打坐意思就是让自己静下心来去领悟佛法。那慧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就是前面两个的前提下呢，去领悟佛法，领悟法的本质领悟世界的本质，更加去明白、去理解，以至于达到一个不再无明的这个状态。那前面说过了，正是因为我们前世或者说无量劫的前世之前呢，正是因为我们的无明，所以呢才导致了我们这个不断的轮回。那因为只有我们在无明的状态下呢，就会造很多的业，那有了业就会轮回。那只有通过戒定慧这三个方法逐渐的达到不再无明的这个状态去领悟到了这个本质，那才会最终达到佛家追求的终极目标达到涅槃。那这就是佛家修行的方法，戒定慧。以上呢就是我关于常见的佛教名词以及一个大概的佛教的宇宙观的一个分享。那里边呢肯定是有不足或者说错误的地方，那这里呢也恳请大家呢进行一个批评指正。那本期的视频就是这样了，下次见，拜拜。